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在网络上面，大家都在讨论一个东西，就是战争。你不要觉得啊，这个战争跟马来西亚很远没有关系，因为国际原油价暴涨，马来西亚的汽油价也会随着起。可能你现在还在打这1块9毛9的 RON95，你没有感觉，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长久了，它将会有机会消失掉，因为你和我打的 RON95 1块9毛9是有政府的拐杖，这个拐杖万一有一天它变短，或者它不见掉，我们的 RON95 就会变贵。每天政府要花几千万来 subsidy 这个燃油，我们的国库可以撑几久？像马来西亚跟参战有什么分别？那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来自70迈的 T800，还是业界首创的前后 4K 来自 Sony Starvis 2的超高清镜头啊，而且还有多一颗镜头可以拍摄车内情况 ，3 channel 的 HDR。我们在过一些桥底的时候，那个光线突然一下变暗一下变亮，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有 WiFi 6啊 ，WiFi 6也就是讲我们在下载一些画面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更高速的下载。当然，70迈的高端产品呢，肯定少不了 built-in 的 GPS 啦，还有比较简易的 ADAS 功能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啦，前车启动了过后的提醒啊，等等，在这一套 T800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当然少不了 Smart Parking Guardian Mode 这个东西呢，就有一点像我们 Tesla 的 Sentry Mode 啦。我都为我的 Tesla Model Y 安装了这一套70迈的 T800，你还在等什么？赶紧到影片左下角这边点击进去查看来自70迈 T800的价格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影片内容啦 ，Let's go。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今天看到这个背景就知道我又来 holiday 了啦。我的 holiday 通常是没有去哪里啦，今天就来露营啊，又是开我的这一台 Tesla Model Y。这辆 Tesla Model Y 上一次我们也是有带来露营过啊，地点是差不多一样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 Johor Bahru 一个叫 Bird Hill 的地方，跟之前那个地方是2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今天呢，我们有把这个电量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呢，是直接充满100%的电量才出发哦。然后这辆车呢，它也不是一辆新车，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讲，这个电池你走一个1-2万公里、5万公里、10万公里还会损耗，然后它的电量会变得没有那么 solid， 然后里程数也会减少。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这辆走了12000公里过后的 Tesla Model Y Standard Range Rear Wheel Drive 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电耗成绩啦。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远，我们刚刚从家充满电要出发的时候呢，就有按那个内建的地图，就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啊是不太远的，然后电量损耗也不会用很多。它靠到我去到这个 Bird Hill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还会有82%的电。不过实际我驾到来这里还有83%的电，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靠到啊是很准。然后它的这个电耗表现大概是125到130瓦时per公里的这个电量损耗，也就是讲差不多是每1度电1个 kWh 可以走8公里或以上，我觉得是很 OK 啦。那顺便就来回复一下上一次很多人疑问的一些问题。OK， 你看啊，这个 bonnet 我按一下，它就会自动关下来。打开来的方式当然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 bonnet 呢是有一间店叫做 T House， 它帮我做的，帮我搞的，哇，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然后开启方式怎样？我用我的手表呢，我点击一下让它打开，我的 bonnet 就打开来了。这一点我很满意。前面没有 engine， 就有 front 可以放很多我的拍摄器材啊之类等等的。还有一个东西是 T House 帮我搞的，电吸门。我的门只要轻轻这样。它就会自动吸进去，因为我们 Tesla 呢，不管是 Model 3、Model Y 都是 frameless 的这一种镜框嘛，所以如果你一直大力甩门关门的话，很快这个镜子就会松掉。OK， 那今天这一集影片，我们将会再次带这一台 Tesla Model Y 露营过夜。当然我们露营也不是自己一辆车啦，自己一个人露营会比较无聊一点点。我们当然还有一群 Jimny 发烧友，全部都是开 Jimny 好多辆，等一下可能还会有更多辆 Jimny 过来。 Tesla Model Y 跟 Jimny 是不能做直接的对比啦，但是我们以今天3月19号就有一件令可能驾 Jimny 或者其他燃油车的朋友们不是那么开心了，就是汽油车的这个汽油价起价了啦。没有错，我们刚才一路上啊经过那种
种油站的时候，我们就有大概看了一下油价，真的很夸张嘞。现在的 RON 95的汽油在有 subsidy 的情况还是一样1块9毛9，但是我觉得不太长久啦，一定会起啦。我觉得，因为这个战争不可能会太短时间结束。再来就是我们看到 RON 97，像我自己也是有打 RON 97的车，其实很险的嘞，因为现在打 RON 97的汽油啊，1公升要4块5毛半，这个还不是最痛啊，最痛的是加 diesel 车的，在西马这边已经骑到4块7毛2了，比 RON 97还要贵。相信你们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个东西没有 affect 到你的，因为他们那些打柴油车是柴油车的事情啊，罗里的事情吗 ？4x4 pickup truck 的事情？错，其实只要运输业的柴油起价的话哦，我们全部东西都会起价的，它是一个蝴蝶效应。而且 diesel 车也有很多是普通家用车，但是这个汽油起价真的是弄到很多人真的会被影响到。我的话，就因为我有打 RON 97的 performance car， 所以打97的汽油对我来讲肯定是变成一个负担了。幸好我还有一辆 EV， 因为 EV 的话，在家充电的情况下，1度电最高5毛钱。这辆车60多度电，我们不会把车用到0才在家充电的嘛。充60度电的话呢，也才30块，30块这辆车可以保障我可以走最少400公里啦。如果是 Model 3可以更多一点。在现阶段，如果汽油真的因为战争还是因为种种因素 ，RON 95也跟着把 subsidy 减少，它不是起价啊，它是把 subsidy 减少啊，然后变成每公升的汽油可能要2块多的时候，电动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日常通勤方案啊。当然，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主题除了讲燃油价格以外，我们还要在这辆车上睡觉。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电量。现在我这辆车呢，电量哦是有82%，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odometer 是已经12000公里了，然后我刚才用9.5 kW 的电量走了76.8公里。我觉得 Tesla 的电控真的是做得很好。那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的这一台 Tesla 呢是有安装行车记录器啊。为什么 Tesla 已经有非常高清了的前后镜头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啊？我为什么还要安装 T800 这个行车记录器？看到吗？我打开这个 Dashcam 功能，可以看到它的其实整个播放的画质啊、画面啊，我觉得都 OK 的，很高清。不过我们会真的比较麻烦把这个画面拿出来。再来就是它的拍摄角度会比较低，尤其是它的拍摄角度不会那么的广角，就是我旁边这边呢是有很多画面是没有被收进去的，所以我就在这辆车上安装了70迈的 T800， 而且 T800 还可以拍车里面，我可以记录下车里面的一些我要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行车记录器双管齐下。 Tesla 也给我有很好的行车记录器，但是它满足不到我的其他需求，包括我可以用更快的速度下载到我的手机，因为 T800 的这个 WiFi 啊是真的很快。再来就是呢，拍摄出来的 4K 真实的超高清画质，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有更大的广角，还有更好的拍摄角度。我觉得安装一个副厂的行车记录器，在不会 void warranty 的情况下，又可以有给我双重的保障，我觉得是 OK 啦。所以我个人会选择安装 T800 行车记录器。怎样讲不会 void warranty 呢？因为我是用这个 12V 的点烟头的地方拿电，这样的情况下是肯定不会 void warranty。如果会的话，你在车上用那个点烟头的位置插一个 adapter 充你的手机，你的车就 void warranty 了没？不是这样的吗？这是我们增加了很多 camping 器材，是上一次没有，这也侧面证明了一点 ，Tesla 真的很能装啊！换去那些打油车的圈子里面，他们羡慕我的车不用打油。先把我的车移好来 ，set up 好我的床。上一集影片错过的朋友，点这边去看，上一集很好看的，也是有自己铺那个床，然后很多人 comment 问那个床哪里买，淘宝买不了，你们去淘宝找特斯拉 Model Y 充气床就跑出来了。这辆车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你看我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把这个椅子放躺下去，后箱打开来，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空间可以放东西。这次因为有经验了，所以我已经很会铺床了。我还带了那个 PS5 的摇杆来，因为我看到好像有人他们用 Model 3来玩 game， 不确定我这辆可不可以啦，不过我想 try 一下，如果真的是可以啊，像 Tesla 真的是会让我很有情绪价值啊，所以我觉得 Tesla 这一台车它不仅是不用打油，免去了油价暴涨的烦恼以外，在 service 方面也很便宜。我最近才去做了1万公里的 service， 总之比我的 Civic 汽油车还要便宜很多很多。还有就是有更好的驾驶体验啊，很安静啊。
啊，有很好的这个瞬间动力的响应啦，还可以在车上玩 game 看戏。但是车在走的时候是不能的啦，一定是要停车才可以进行。OK， 今晚将会在这辆车上睡觉，然后刚才我在车上做一些 setting， 充一下手机，然后开着整台车的冷气，一直通风已开，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所以我的这个电耗呢现在是80%，不知道迟点会不会又再跌。明天我相信睡醒它应该还可以有60多%的电吧，可能50多，我也不太确定。它会根据天气的变化影响这个电耗表现。上一集影片如果大家有看的话是下雨天，所以雨天我的冷气就不用开这样冷，冷气不用开这样冷，车就没有这样吃电嘛。但是冷天的话，电耗好像会比热天气来的更加快，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balance 拉平。天气热我开大一点冷气会更加的耗电，不过因为天气热，所以导致它的这个电耗放电可能比较慢还是怎样，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就要去跟一些专家了解才知道了啦。帮大家测试了 PS5 遥控器跟 Tesla 是可以联动的。那 GeForce Now 这个网站能不能控制，能不能跑顺？我相信在网速好的地方应该是可以。这台车现在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应该网速不是很快，所以可能跑不好。不过我会 try 一 try 啦，我会尝试看看。经过我的努力啊，我的 Tesla 可以玩 GeForce Now， 也就是讲可以用 NVIDIA 的这个串流方式云端玩 game。只不过因为现在我来的这个地点网线没有这样好，所以会掉帧，也很卡，就算了吧。不过至少我知道，如果以后我停在一个网络比较好的地方，我就可以用这个车机15点不懂几寸了的大荧幕，搭配上 Tesla 这个非常好的音响来玩游戏，真香。的话12点就可以，他老婆睡觉了。OK， 冲好凉了，然后现在晚上11点09分，外面的天气不管是气温还是怎样，我觉得都属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的车是还有79%，然后外面的气温是28度。等一下我就会在这辆车上过夜啦，然后温度呢我会设定大概21度这样子，然后我会开一个 camping mode。之前呢就有朋友就在我的上一部影片留言讲啊，为什么不要用那个Keep mode， 这里有一个是 Keep mode， 一个是 Dog mode， 一个是 Camping mode。因为用 Camp mode 呢，才可以确保呢它的这个空调啊、冷气啊跟外面的空气呢是有合理正常的这个循环交换，所以我们人睡在车里面才不会窒息。当然，那个宠物模式跟 Keep mode 都 OK。宠物模式是短时间的 parking， 然后可能你可以下车做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的宠物在车上会有这个空调啦。然后 Keep mode 呢，我看了这个 ChatGPT 的讲解，我不是真正去跟 Tesla 求证啊，是讲如果你在车上有放一些因为晒太阳会坏掉的一些可能食物或者一些摄影器材等等的东西，就可以用 Keep mode 短暂的让你的车内保持有这个空调。所以最好的还是用 Camping mode， 然后 Camping mode 其实是这几个 mode 里面最耗电。可是上一次我得到的这个成绩啦，效果其实蛮不错的，就是上一次我只用了14还是10几%的电来完成这个一个晚上的过夜啦。然后今天当然我觉得我会用更多的电，因为我等下还要在车上看 Netflix， 我还要在车上听音乐，我还要在车上待长一点时间才睡觉，所以它的这些影音系统啊、speaker 啊、这个荧幕啊等等之类的都会继续运作，包括我还会充手机、充器材。明天我们将会看到这台车剩下多少的电量。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在问你讲 percentage 很抽象嘛，不知道其实是用了多少里程数的电量来让你过夜。那其实很容易算啦，因为我这台车差不多60 kWh， 我们姑且算它我用掉20% 的电啦，平时10% 的电，我的车大概可以走40公里吧，就是用了80公里的电啦，也就是讲一个晚上睡醒我会少掉80 km 的电，大概啦，大概不是特别的准。明天我们看一下睡醒会是用了多少电啦。
一觉醒来了。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差不多8点半，然后我的电池有66%，也就是讲昨天睡觉的时候大概是78还是79，用了13% 这样子啦，每10% 大概是40公里的用量啦，所以不到80公里，可能50多公里这样子的电量来过一个夜，我觉得还是很 OK。讲一下缺点，睡在车上的缺点可能就是没有那种真正露营的感觉，因为其他朋友都是睡帐篷嘛，不然就是睡 roof tent， 那睡在车上就少了一点点那种露营的feeling。可是优点觉得还是比睡 roof tent 或者帐篷来的多了。首先你不用怕什么蚊虫、蚂蚁、蜈蚣、蝎子，再来就是有一个超级通透的无敌大天窗，哇，这个真的是太爽了！这辆车直接就是值回票价。然后再来就是睡2个人肯定没有问题，就还在睡。今天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这样，去吃早餐，以后还会常常出来露营。像 Tesla 真的是给了我很好的体验。现在汽油越来越贵，国际原油越来越贵，汽油很可能会起价，也就是我昨天讲的那个 subsidy 政府津贴可能会减少，所以 RON95 可能不会再像现在那么便宜。这种情况下，你们会选择买电动车吗？在影片下方留言打上，我们一起讨论。就先这样，下一集影片再见，拜拜。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hen we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u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